这是去年在网上特别火爆的一张照片，79岁高龄的院士，应该说是一个事故吧。一位院士，科研环境都应该跟科幻电影似的。但是这就是刘老先生的办公室，75年到现在，比我年龄都大呀。他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遥感测绘专家刘先林。什么叫测绘？测绘就是把地球搬回家。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信息的支持的话，智慧城市是建不成的。智慧城市像人体的每一个细胞一样，每一个器官一样维系在一起。智慧城市如何更智慧？智慧停车场这个自动寻找停车位，智慧高铁站，智慧旅游，智慧医院，你只要提得出来，我们就能给你实现。未来的智慧城市究竟是什么样子？智慧城市能成为路痴的福音吗？智慧城市越来越多的依靠数据来解决问题，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会不会越来越少？我们是要用我们的新的测绘技术，来为智慧城市注入新的血液。智慧中国引领美好未来。本期演讲者刘先林。迎高考，助未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引领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开讲了，特别策划了这样一个系列节目，名字叫做《智慧中国》。就是期待着能够和大家共同分享，在未来我们共同奋斗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方案能够把我们的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引领。可能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在城市生活应该越来越方便了吧？过去可能很多你需要去排队做的事儿，现在可能基本上有一个智能终端手机，就基本上都能搞定。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的生活究竟还会有怎样的变化，但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在他脑海当中，他已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未来智慧城市的蓝图。而这位开讲嘉宾，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见过了。这是去年在网上特别火爆的一张照片，79岁高龄的院士在火车上非常认真地在准备他的科研方案的 PPT。更重要的是，老先生穿着极其朴素，白衬衣、小黑裤子，还不穿袜子，这一点非常时尚。不过这张照片感动了亿万的网友，大家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开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遥感测绘专家刘先林老先生，有请。刘老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慢点，您慢点，慢点，慢点。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谢谢年轻人们，请坐，请坐。那个照片您知道吧？是。您当时知道有人给您拍照吗？没太注意。没太注意。哦，对，确实，您因为太专注了那会儿。后来您是怎么发现这个照片跑到网上去了呢？应该说是一个事故吧。是个事故，在内部的人等到一个分公司的一个网站上，结果从那里就出去了，一下子就传播开了，当时就一下子引爆了整个互联网。是。您知道网红这个词儿吗？知道，不情愿当网红，有点应接不暇，然后就基本上都推掉，都推掉。曾经在一个采访中看见有一个记者问您说，好多年轻人把您比喻成扫地僧，当时老人家显然不太知道扫地僧是什么概念，就是有点不高兴地说，我不知道什么扫地僧，我觉得我那天穿的挺正式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刘老说来开讲，为了别让大家叫他扫地僧，他专门买了一件新的衬衣。导演说了，白的不行，
白色的格子不行，格子不行啊，一定要是这个。再有导演这么跟您说，您就跟他说：“你给我买去。”还我让人家嘉宾自己买衣服，还要白的不行，格子的不行，确实不行。是的，那两种在电视里，它容易有那个干扰。我们知道您平时生活非常简朴，不光是您这个平时的衣着打扮，我们的同事去过您的办公室，首批工程院院士。大家应该想到，那科研环境都应该跟科幻电影似的，里边都钢铁侠那种，哗，一直全都是那种屏幕，没有。看一下照片，这就是刘老先生的办公室。对对对。大家看看那个桌子，扫地僧是怎么练出来的？您可以想象，几十年，一个人得在这上面有多少小时的工作，才能把桌子磨成这个颜色？75年到现在。75年到现在，比我年龄都大呀。那你为什么不换个舒服点的椅子？是用就小孩读书的时候，假设坐软椅子的话，成绩下降。成绩下降？为什么？这不清楚，就是一定要用硬的板凳，但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个垫子。我的秘书给我买了一个很好的垫子。那您有没有感觉冬天的时候科研水平会下降？反正冬天的时候太硬了是有点问题。是这个您真是一心扑在科研上。老先生所做的科研的成果，这几十年来为中国的遥感测绘领域所做出的贡献，真的是无法用金钱的概念来衡量。但是今天刘老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的领域，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智慧城市。是的，我们总结下来，这个智慧城市就是把这个城市呢建设成为好像一个生物体一样，也就像一个人一样，城市的这个每一个个体像人体的每一个细胞一样，每一个器官一样，这个维系在一起，使它整体运行在这个绿色和科学的状态下。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听起来就够科幻，但是实际上已经就在眼前了。那么究竟这样一个城市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个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把讲台留给刘院士，有请刘院士为我们开讲。好。就是这个年龄大了点啊，享受一点特殊待遇。这个智慧城市其实我们开始研究的很晚，就过去我们做数字城市，后来这个转移到智慧城市以后呢，就出来了很多定义，有的说数字城市加上物联网。那么这个随着技术发展呢，又出现了这个大数据了，出现了移动互联呢，出现了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出现了云计算了，那么你就加不过来了。所以我们觉得说不清什么是智慧城市的话呢，但是说得清什么不是智慧城市，这个倒是说得清。城市的各个部门的这个信息啊，互相不能共享的话，这就不是智慧城市。就好像一个人一样，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这些信息，全都要传输到大脑里面去。所以，首先一个就是信息必须要共享。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用到这个两种大数据，一个叫做时空大数据，一个叫做实时大数据。这个时空大数据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测绘人所提供的；实时大数据的话呢，就是各个这个专业部门采集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智慧城市啊，不能是仅仅有信息的流动，而是要有物质的流动和能量的流动。比如说一个人来讲，当他看到了眼睛看到了一个老虎过来了，他就会做出反应。首先是肾上腺素分泌，这就是一个物质流动。最后的话，能量他就会把大量的葡萄糖这个要输送到这个肌肉里面去，然后赶紧逃跑。所以仅仅是信息流动，没有所谓的控制的话，这也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你像现在的共享单车的这个乱象的话呢，应该说有信息流，但是没有物质流，没有能量流，还有必须要向手机推送服务。所以的话呢，刚才这个萨主持也讲了，就说你就一个手机，就把你的生活就搞定了。这是我们对智慧城市一点粗浅的这个了解。那么智慧城市建成之后的话呢，将会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衣食住行和这个
城市的这个整体这个云平台这个维系在一起了，你会得到很多的好处。每天从早到晚，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比如说你家里的家电是吧，都可以自动的给你把早饭准备好，甚至于中午饭、晚饭等等的这个冰箱，都是处于在这个跟网络相连的这个状态下，使它运行的最佳状态。那么衣食住行嘛，这个行的时候呢，智慧城市的发展呢，它有这个智慧交通，所以它这个交通也不会拥堵，天空也会比较蓝，包括共享汽车、共享单车都会在你需要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到来。中途如果有病的话呢，你的智能手表也许就给你这个自动的就像打120的这个110的来急救啊，因为每一个个体已经和那个云平台这个维系在一起了，再加上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那么信息化以后呢，智慧城市出现之后，这些就是可以节省时间，所以的人们生活的更加完美、更加幸福了。就是说，你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我们这个测绘人所从事的这个测绘行业啊，应该说跟城市发展是息息相关。我个人所研究的仪器一直都是为城市的发展服务的。有人问我什么叫测绘？测绘就是把地球搬回家。我们这个搬回家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呢，就是线画图，就是一些线条，抽象化的线条，这个老百姓看了不直观，它是2维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把这个所谓正线影像地图这个搬回家。这个正式影像地图的话呢，就跟过去不一样了。搬回家的就是一些虽然是平面的2维的，但是呢是逼真了，他看得见每一个田埂、每一个房子、每一棵树都能够看得见。那么第3个阶段呢，就是要把这个模型搬回家，在智慧城市的开展中间呢，大量的推广这个斜片模型。但是这个斜片模型呢是3维的，而且是逼真的，但是它无结构，这是很遗憾的。那么第4个阶段就是我现在正在搞的就是这个有结构的这个街景模型的搬回家。我走到今天呢，就是我一直都想搞新的东西，我从来不愿意这个重复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来了，机器人来了，是吧？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呢，将会让他们去做。我们呢就是要搞创造，所以我现在就是研究智慧城市。这个智慧城市其实我们开始研究的很晚，过去我们做过数字城市，后来我们在工程院开会的时候，中日韩3个科学家来讨论智慧城市。中日韩科学家在这个里面对智慧城市的定义里面呢，只提到了这个信息的网络的建设啊，什么等等等等，这只字不提空间信息的这个支持。其实地理空间信息如果说没有这个支持的话，智慧城市是建不好的，至少是。那么我们从事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用新的测绘技术造就一些新的测绘成果，来为智慧城市呢助力。这个就要求我们要从2维变成3维，这还不行，而且要更精细，分辨率要更高，精度呢也要更高。我们所要倡导的这个叫做全要素模型街景的这样一个概念，你可以看到啊，整个这个城市面貌，你看是刚才把树关掉了，再走到近处来浏览这个近处的底商的这个情况，它是分层分类的，你看一层一层的，它是分开的。紧跟着的话呢，会有这个垃圾桶啊、红绿灯啊，这种大数据叫什么呢？叫做会说话的数据。那么这个模型街景做出来之后呢，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产品，不需要再去采集，只是做编程序就可以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应用。首先一个就是自动驾驶，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上面这个就是它这个摄像头，它就用了我们的高清地图，摄像头所采集到的数据。然后最右边这个矢量图的话呢，你看它刚才要碰到右边这个线了，它就一下就修正过来了，是吧？所有这一切，在这个照片街景都不可能实现。全要素模型街景，它的下一个应用啊，将会是这个城市精细化管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数据是高分辨率的，也就是说你地面上只要有10公分的这个凸起，有小石头或者是小的百米桩，它都给你一个一个的自动提出来。首先一个就是井盖下沉，大家开车都知道，一开车这井盖如果下沉了1公分以上，它就会咯噔一下，你就非常觉得不舒服。那么这个要调查，上百万个井盖，你怎么去调查？你让人工去调查，这是不可思议，必须要用这个机器，必须要用这个自动化的这个人工智能。它这个因为点云的相对精度很高，它可以找到这个1公分以上的这个下沉的井盖都有哪一些，然后通过一些这个模式识别啊，这是深度学习的办法，把这个井盖是属于谁家的井盖，要把它找到。
然后就通知这个业主，你是这个供电局的，你还是电信局的，你还是移动的，你还是这个自来水的，你负责把它修好。除此以外的话呢，城市精细化管理，比如说还有一些城市设施的这个破损，你看我们到了这个天通东院的这个一条这个马路上面去看，一层一层的隔离带，东倒西歪，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找到任何一个铁棍儿缺失了，或者是歪了，我们就可以给它算出来。比如说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这个挡光板，哪一根挡光板缺了，哪一根挡光板歪了啊，也可以找到。这个树叶发黄了，需要重新绿化，电线和树叶打架了，是吧？这个树叶呢影响了公交车的这个运行，这个树叶呢把交标挡住了，都能够发现。所以你这个城市管理部门，你想做什么样的精细管理，你只要提得出来，我们就能给你实现。那么这个模型街景做出来之后呢，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产品。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智慧高铁站，这个高铁站呢我有体会，我就到郑州去出差，这个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的老师来接我，怎么也接不到，因为这个高铁站呢出站口有好几个，我在周黑鸭底下等着，那司机说我也在周黑鸭，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周黑鸭，所以这碰不上，那么怎么办呢？好，大家都走到外面去。我到北广场的这个哪一个旗杆的下面去汇合，只要这样子才能够这个接到人。这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我们定位不充分，我们定位只能定位室外，不能定位室内。还有就是对这个停车位的这种，过去停车位的话，你这个做一个标注，停好车以后，我在走的时候我会我倒退着不停的这个拍照片，每到拐弯的地方就拍个照片，然后按照照片来反过来找到车位的这个位置。因此，可见这个智慧停车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想搞一个叫做智慧高铁站。那么，将来室内外统一坐标系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室内发位置共享，接你的人就按照你的位置共享一直走到室内来进行这个定位。当然，你进到这个东站里边的时候，你必须要关注这个东站的智慧车站的云平台。你关注它以后，你注册，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室内定位的这个推送服务，然后你就可以走到你要接人的这个地方。另外的话呢，就是智慧旅游，旅游点的推荐呢，不是一些照片，也是一些这个真实的这个模型，而也是三维的东西。所以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对这个智慧旅游点呢进行推拉摇移。过去导游仪的话呢，要么就是人工导游，给你去，要么就是给你一个导游仪啊，你这个挂个耳机啊，就是到哪你摁一下或者怎么样，这个也很不生动，很不逼真。这种导游仪都过时了，而是直接用手机推送，因为手机有位置服务。你在进入这个旅游点的时候呢，你首先就关注这个景点的这个云平台的这个公众账号，你关注它以后呢，你就进行注册了，然后它就可以给你推送一系列服务。它知道你所处在的位置，然后当你到了什么地方，它把这个景点的这个一些文字材料用语音的方式向你进行播送，而且把这个景点的这个三维模型呢，给你呈现，甚至于呢可以用真理体来看。就是把这个手机有个简单的头盔，把这手机横过来往上一插，就可以看到真理体。就你出了园以后，你也不用还任何东西，你就享受服务了。同时，作为这个旅游景点的管理者的话呢，他会推送服务。比如现在某某景点已经人满为患了，你就改变路线，你不要哪个地方说你不要去，进行人流控制。我们这个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者啊，也是在这个智慧城市这个建设中间这个不甘落后。我们是要用我们的新的测绘技术来为智慧城市注入新的血液，当然也离不开其他各行业，特别是这个通讯里，还有这个城市的这个管理部门，我们要共同来努力，把这个智慧城市，把它推向更新的高度。在新时代，我们生活将会是更加美好。那么我今天这个讲解到这里，好，谢谢大家。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谢谢各位，大家请坐。我们要替节目组向您说声抱歉，我们这找了半天，确实没有1975年款的那种硬板凳了，只能给您搬来一个稍微软一点的椅子，但又怕影响您发挥。很多故事背后，总听科学家讲起来那么轻松，好像所有东西都是摆在那儿，他们只需要过去拿。
其实不是这样，这是他们真的是日以继夜的这种工作，把桌子磨成那样，上面的木纹都磨出来了，才磨出了今天这些成果，真的是很不容易。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银鼎教育小纸条全民互动环节。有一个我觉得他的思考挺有意思。他说，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现在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冷漠了。如果随着智慧城市越来越多的依靠数据来解决问题，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会不会越来越少？比如在路上，以前到陌生城市，大家问个路，然后你还能感觉到人和人之间那种温暖，给你指个道什么，以后都不用了。我想智慧城市应该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使得人和人之间呢，除了它和这个云平台的这个维系以外，人和人之间的维系，特别是你附近的人的这个维系，我觉得这个要结合这个所谓的社交网络平台，会有这样的商业这个公司，它会开发这样的软件，我们把它作为这个智慧城市的这个一部分。所以，智慧城市绝对是以人的幸福感最后作为指标的，最终的目的，而不能说人们生活在智慧城市里确实很便利，什么都有，但是感觉好像人不见了。对。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而且这个观众很敏锐。他说：“您一直在演讲中强调您期待自动驾驶的突破，但刚刚有一个新闻，美国的一个无人汽车实验在街上出现了事故，而且。”这个消息在国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很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造成无人驾驶这个技术的研究的延迟，甚至是一些相关的阻碍。好，对，我深信无人驾驶的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在这个搞无人驾驶的时候，它还是有点忽视我们这个测绘地理信息对它的贡献，所以的话呢，它有很多难点，就是我们要克服两个，一个是定位完整、定位充分。然后这数据又充分的话，我们可以有崭新的这个无人驾驶的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完全只使用定位装置，因为这个车上呢有一个定位这个芯片，它可以实现这个车的随时随地这个0.1米的分辨率和精度的这个定位，而且是实时的。0.1米，对，10厘米，对。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实体导航，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商业模型是一个实体模型。那么实体自动驾驶就是什么呢？它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间。用这个避障雷达或者用摄像头来侦查周围的一些标线，特别是实体来进行修正自己的这个位置。所以我相信，如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话呢，会把这个自动驾驶的问题解决掉。因为整套技术都已经相对成熟了，那么就是从简到繁。第一步简单就是什么呢？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上车点，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车道，一直开到某一个景点去，这叫 shuttle， 就是一个穿梭车。这个又不停，又没有公共汽车站，这个很简单，像个摆渡车一样。像个摆渡车一样。第二步的话呢，然后再说通这个市政府啊，就把它用在公共汽车上面。第三步呢，再把它推广到私车上面。我相信人类不会停止在无人驾驶汽车的前面就不往前走，这不会的，势不可挡了。我是这样看。但您这么一说，公交车司机会说我们反对。哎呀，未来很多职业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好，6位青年代表，来。小蔡哥好，刘爷爷好。刚刚我看到刘爷爷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因为我姥爷今年也79岁，对，但是我姥爷跟刘爷爷的状态有点儿不太一样。我现在跟我姥爷沟通，基本上状态就是，姥爷马冬梅，马什么梅？马冬梅，什么都没，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大多数70、80岁老人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想问一问您到底是怎么保持这样一个一直让自己在努力在前进这样一个年轻的心态的？您难道就没有想的就是说过一过这种清闲的日子吗？您有累的时候吗？我觉得一个人保持这个年轻状态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追求。我呢不停的就是要期待着一些从无到有的新鲜感的这种追求。一个人的衰老主要是大脑衰老。你比如说你老去同一个地方，你那个大脑就知道这个地方我来过，它这里面有这个记忆，不兴奋，不会把这个大脑新的区域把它激活。如果你是有这个新的这个兴趣、新的这个任务的话呢，它就不停的要激活你这个新的区域，包括旅游也是一样。所以主张老年人要出去走，要出去旅游，他看到了一些新的地方，大脑皮层就是新的一个区域能够被激活了，这样呢他就大脑年轻了，人就年轻了。这一点我们真感受到了。你哪像是80岁的老人坐在这儿，整个思路极为清晰。
而且讲的中间自己还呵呵的笑，特别喜欢笑，就是您的心情，就总觉得您无忧无虑的这种状态，让我们很羡慕。但是我之前看您有过采访，说您打算80岁退休，您今年79岁，您现在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80岁您会退休吗？退休以后有想过要做什么吗？我呢，因为我们单位没有更多的院士，我一直在退不下来，因为我就找领导，一直希望能够办退休。办了退休以后，主要是一些社会兼职啊，有更充足的理由把他们推掉。你像现在我承担了这个重点实验室的这个学术委员会主任一大堆，还有院士工作站有一大堆，然后把这些社会工作推掉，然后呢，集中力量可以搞一点自己想搞的事。那您想搞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退休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是我们这个组吧，已经30年了。他曾经获得2次科技进步一等奖，1次科技进步2等奖和1次这个在85年的时候刚有科技进步奖的时候就曾经获得过1次科技进步奖，产品的这个转化率都是很高的。这个模型街景这个最新的成果，这个扶上马还有点要倒下来，所以我要集中精力来，要让它能够真正扶上马之后能够一直走下去，在这个领域成为世界最前列。对，我们争取就是至少是我们有不停地拿出创新成果来给社会做贡献的。太厉害了！我作为一个小辈啊，我其实更希望刘爷爷能够在退休以后多陪家人，多享受自己那种比较安逸、不用这么快节奏的生活。是。最近一次春节就陪老太太这个去了澳大利亚，去了20天，这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但我听说您在澳大利亚回来之后，跟周围人都说，澳大利亚的老人生活得太悲惨了。他们每天就是在海边晒太阳，那样不把人晒傻了吗？回来之后立刻召集大家，春节还没过完呢，开会，赶紧说脑子不动不行。对，的确是这样子。到美国去也接触过一些这个老人，他每天最期待的一个人是谁呢？就是邮差，就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在山上面一个别墅8、9间房子，是非常的孤独。我觉得人是一个群体的这个动物，一定不能够孤独的来生活。在工作中，在学习中，在爱中成长。对，谢谢，谢谢您。来，刘院士您好，我是文豪。其实您刚才从宏观到微观，从概念到实践，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智慧城市啊，甚至还说智慧的测绘能够让我们把美丽的地球搬回家。那其实我特别好奇，您作为一个科学家，您家里都有什么智慧设备？你看他的办公桌、办公席，我觉得不太乐观。您家里有吗？我在做饭的时候有一系列的这个电炊具。啊，智慧厨房？对。这个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其中有一个电炊具啊，是一个山东的学自动化的一个人做的，它可以自动的做这个酱香茄子或者是萝卜条，它是全自动的做出来。您说的全自动是啥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原材料扔进去，然后你一摁它就做出来。最后出锅的时候要把蒜切成蒜丁儿，就给它铺上去，那么就不是更香一些吗？啊，这样的。还有洗碗机。洗碗机这个已经有了啊！这您说的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自己做菜，我一直在用它这个锅，至少是有几个酱香茄子啊，还有萝卜条啊，还有这个糖醋排骨都很有效。只能做3个菜。如果您想吃别的菜，请买这一款。就是最后难怪您有10几个锅，您说您。中央10台曾经播了一个这个我爱发明的，中间有一个也是一个学自动化的一个老师，做了一款这个自动炒菜锅，我也准备整一个。您为什么对厨房这么执着呢？因为老太太做了一辈子饭了，她也有点不太想做了，但是是您做饭还是您老伴儿做饭？我做，但是呢，但是我通过这个电炊具做出来的饭，她不满意。他就不好吃，所以他经常就是还是要自己做。这就是智慧城市也需要人的温度。对。您用传统方法给他炒出来的菜不一样，
他会觉得那里面带着爱。现在有一款新的自动炒菜锅，它这锅盖上面有一个转盘，然后旁边呢有几个盒子，这一盒是原材料，这一盒是勾芡的，这一盒是这个酱油醋，然后挨个的咔再扣进来，第二个这个再扣进来。刘院士，现在有一种方式叫外卖，更简单。其实感觉刘老还是特别热爱生活啊，热爱美食，这么一位特别慈祥可爱的老爷爷。我听说啊，刘院士也是，只要中午一到点儿，您就得回家给老伴儿做饭。是过去是这样的，因为我亲自体会到这个老人的这个孤独是一大问题。但是他就是你这有饭吃，你在外面吃，你不要来什么。但每当这么说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赶紧回来做饭。真是一定是这样。如果老伴说：“哎呀，你要在外面有饭，你就在外面吃吧。”那意思，你一听这个话，赶紧回家做饭。其实那个刘老这个方式啊，在我们年轻人的语汇里面叫做爱妻狂人。对。也不算，就是说这还是一个责任吧。听到没有？那我还注意到啊，其实最近有一些词汇特别热，其实跟这个刘老在网上这个照片一样特别红。比如说有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这些词。现在最火的已经不是这个了，叫区块链。对，区块链这些词好像听起来离我们都有些远，但是呢，这些词又被很多创业者和一些做产品的人频频拿出来使用，仿佛把这些词加到他们的产品上面，就能为产品增值，价格就能够越卖越高，使得智慧两个字被乱用。这样的现象，您是怎么看待的呢？对，现在好像什么都跟智慧有关系。的确是这个样子。过去就是炒作一个“癌”字儿，任何一个东西出来了，它一定要加个“癌”在前面，癌什么什么，癌什么什么。对。这个的话呢，就是的确是一个不很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我们要考察一个东西究竟怎么样的话呢，就是要看它的实际效果。是骡子是马，你要拉出来练一下，就是说要实实在在的拿一个任务给他，在当场来进行 PK，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加以克服。这就跟当年大家还记得哦，你们可能还小那会儿，就纳米刚刚有点突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什么纳米牙膏、纳米鞋垫儿、纳米袜子，当时把我们家老人弄得说这哪儿的大米这么厉害，还能做袜子？但后来也都慢慢就，是的。所以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拉到市场上检验一下。对。所以我们年轻人也要脚踏实地，用事实说话。谢谢大家，谢谢。来。我是一个重庆姑娘，就在重庆呢，我们会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你迷路了，那一定不要看地图”，就像大屏幕所显示的这幅图一样。您看看，这是重庆的，我的个天嘞，搞啥子嘛？哎呀，头都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看那个2D 的地图，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看那个目的地已经在你的脚下，但左看右看就是找不到那个地方，抬头一看，它在你头上20米的地方。是，重庆那个地势。对，就是高低起伏的。您看您提到的那个3维街景，主要可能辅助的还是自动驾驶，或者说是路上的这些司机和车辆。那么就想请问一下您，对于我们这些广大的行人来说，这个3维街景或者说智慧城市能成为路痴的福音吗？这个模型街景的话，如果能够上线、能够普及的话，的确是我们对这个所谓的路痴的这个一个帮助，很显著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有一次，这个一个司机送我去机场，走到半路上，在机场路的高架的上面呢，这个车突然间熄火了，怎么开也开不动了，然后就叫车，这个司机说。我怎么看不见你啊？结果他在这个桥的下面，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要克服。但是如果用我们的模型街景来实现这一点的话，刚才提到就是实体导航，它所行驶的这个路线中间呢，两边每一棵树、每一个电杆，甚至于井盖儿这个标线都给它高亮度，无关的东西都是低亮度的，那么你就不会走错了。该往上走你就会往上走，该这个钻地道就会下去。它如果能够用这个实体的数据来进行导航的话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导航还有一个好处，除了在走的过程中间呢，由于高度的变化不会因为2维地图所以走乱以外呢，它还可以在这个到达目的地之后，就最后100米或者最后200米的时候，它能够解决问题。在我们那里附近有一个玉龙大饭店，它旁边有一些小路口，
当他到这个玉龙饭店的时候呢，这个导航结束了，说你的目标已经到了。结果呢，你一不小心又从一个小胡同钻出去，根本就找不到中国测绘4个字儿，这就出现问题。最后几百米，最后几百米就搞不定了。哎，对。对。那么我们这种实体导航的话呢，除了这个高亮度显示周围的这个环境，同时到了目的地的时候，你所要去的这个建筑物渲染成这个另外一种颜色。所以我相信这个全要素模型街景出现之后呢，不光对自动驾驶有好处，对这个导航软件的进一步推广会有帮助。重庆那个立交桥现在世界闻名。对，之前在网络上传的特别的火，被大家一通吐槽。据说稍微一个路口没走对，可能出去就好几百公里回不来。是的。对对对，其实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普通人作为这样一个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提供者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成为智慧城市的建设者呢？是我刚才说到了，我们在扫街的时候吧，它树挡了以后，树后面的东西这个模型就建不起来。而且当你这个有树的情况下，那个树后面的建筑物的这个模型建得特别不好看，也有影子，有影子，有树的影子，而且那个底商都被挡住了，看不见。那么怎么办呢？需要人去到后面去拍照。比如你原来底下是一个涮羊肉的，现在已经改成这个汉拿山了，是吧？那么你就要去拍照，拍照以后呢，就上网去编程、去建模、来修改、来补充、来修测。然后我们这个管理者会发给你一些豆啊，或者是什么的，给你一些奖励。哦，我可以靠这个来挣豆。没事，走在街上，咔咔咔。对，每2米，每2米拍一张，两步一拍。这样的话呢，就广大这个百姓都可以介入进去，这就是所谓的泛在测绘。那么这一点的话呢，这个照片街景是绝对做不到的，只有模型街景可以把这个树剥离了以后，还看到后面的东西。下一步还要走到室内去。都可以看得到，这就是一个体的概念了，而不是一个面的概念了。过2天一看导航地图，怎么我家也在里边？卧室在这儿，洗手间在这儿。还有一个参与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在使用智慧城市的过程中，觉得哪里不舒服、有痛点，其实现在很多软件都会有反馈渠道，你把你的这个想法，把你用的中间你的个人的建议。发送出去，其实也算是一种参与。是对，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这样的平台能够开放给普通人，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智慧城市的建设当中。对，也呼吁大家都养成这种随手一拍的好习惯。谢谢大家。下一位，来。刘院士好，小萨老师好。我呢，作为刘院士的博士学生。哦，是您的博士生啊？是。您一直很淡定地坐在这儿，没感觉这有熟人呢。哦，刘院士平时都特别的朴素，脾气也特别的好。然后在我们中间呢，从来没有说有任何的偶像包袱。就在前几天，我们会议室的椅子有的扶手掉了1个，有的掉了2个，特别不对称，看着又很难看。然后刘院士就从家里带了一些工具，然后自己在那儿吭哧，该卸的卸，该拆的拆，然后整理了一下。工程院的院士都要做这个吗？这工程好大呀！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外业做一些测绘工作，有时候像尺子啊太短了不够长，刘院士就会不顾我们所有人的反对，自己开着车去超市买尺子，买完了再回来自己焊接。国家测绘局用从超市买的尺子来测量。我本来以为你们都用什么激光测距仪那种，我还从超市买尺子焊上，然后丈量国家的土地。那个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一直您就有这个习惯嘛，就自己动手做，就是解决问题，是吧？刘院士的动手能力特别强，他也被称为工人院士。就是很多东西要自己弄，自己做。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主要还是因为年纪大了嘛，主要是靠我们的团队。我在现在的作用就是一个是放火。就把这个火点起来，然后呢，就是进度上照顾一下，然后有些关键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解决方案。我在听刘老演讲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跟他一块工作的年轻人追得上他的节奏，压力特别的大。因为我们这个市场竞争很激烈嘛，所以我们一刻都不能怠慢，一定要不停地把这些新的东西付诸实践，把它搞出来。而这个博士生呢，在毕业之前的这个阶段呢，是我们用人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就是因为他马上他要走了，
在他走之前，因为这个系统你要做不出来的话呢，你就毕不了业，用这个方式来管理，让他玩命干。那么论文呢？刘院士，您确认要把这事儿告诉他吗？可以，没有关系，他们都理解都知道。你现在进入了被用的最佳时期，玩命干，让你对干不好别走。我们整个课题组呢，在刘院士的带领下，也一直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发明创造。但是对于我，也是对于我们组的研究生来说，可能有一个困扰，就是在这个发表论文这一块儿，特别的困扰。因为我本身也是博士4年级了，面临着毕业嘛，这个论文这一块儿一直是写不出来，很难。是没给你们留时间写论文，还是说对你们论文要求太高，你们写不出来？是我们平时工作比较忙，压力特别大，没给你们留时间写。对。我第一次听到怪到老师头上，论文没写完，你不给我时间写啊？我一般写论文的时候都是在下班之后晚上加班，甚至因为我有孩子，我孩子1岁了，那是比较累的。我生孩子的前一天，然后我还熬夜熬到2点，再看论文。这种胎教也挺吓人的，出来又是个小学霸。是，所以现在我的孩子12点之前不睡。不但不睡，他得握着一支笔才能睡着。对于论文来讲，我们因为比较强调这个实用，对，所以比强调应用。我们也不能说那些强调论文的那些人怎么样，是吧？这个我们思路也不太一样。这个我是听说过，包括您本人论文发表的数量，好像很少。对，我也不看论文，也不写论文。有一次呢，我们国家首次参加 ISPR 80年去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呢，我们国家选了4篇论文过去，其中有我1篇。我写1篇论文就1天的时间就写好。然后这翻译去翻，然后到了那个大会上一发个社下去，还是选中了我的论文去宣读。我因为没有去嘛，我这个老师非常有名的一个老科学家，姓王院士，他替我来进行宣读。然后这个代表团的团长说，他本人为什么不来宣读啊？这个说他英文不行。团长说英文不行可以学嘛。所以我就最后就把我整到这个2外去学了1年，脱产学了1年的英文。你现在知道了吧？老师说了这么多核心内容，其实就在刚才那一段。有一次我的1篇论文1天就写完了，而且还被大会选中了。意思就是你自己看着办，对。但是我觉得，跟着不一样的老师，你可能治学的方法和方式是不一样。对论文，因为我们搞实用、搞产品化，对论文是不太重视，这是我们的一个缺点，要改进。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写东西吧，就是把那些核心东西都写进去了。那么写进去以后呢，就帮助了我们的竞争对象。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可能会泄露一些是的你们的所以我们前面几个博士论文都处于这个状态啊。你不光要写，而且要写得不为人知。刘院士对我们的要求确实都挺高的，虽然说这个过程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之后都会成为一个高手。还是要非常感谢刘院士的。一路走来，现在到了被用的最好的时候。下一位，来。我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爷爷，您涉及的领域呢，其实是对这个国家地理信息进行一个测绘。那您平时跟这些国家机密数据打交道，您对于涉密这个保密方面是怎么做呢？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如果您的信息一旦被国外间谍组织所窃取的话，那么这个导弹可能下一秒就会打在这儿。对，这个肯定要做保密处理，跟那个隐私一样，就是涉密问题怎么处理。对，涉密问题的话，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国家测绘局的有一个关于这个涉密数据的这个保密叫做加密处理，它可以对它进行加密。而且有这个组织，你把数据给他，他就加密好数据给你，你再去发布。相对位置是对的，但是没有绝对位置。这它有一套技术。同时的话呢，有一些重要目标的一些可以进行这个人工来处理，也像那个网上的这个模型的这个修改和重建一样。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目标，就把它掩盖掉，换一种方式把它铺上去，把它盖上去。反正关于这个模型数据的这个网络发布啊，还是一个瓶颈。下面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来，最后一位，
刘院士您好，小萨哥您好。我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工业设计系的一名研2的学生，然后也是一名创业者。然后了解到刘院士呢，就是所有的科研项目100%的市场化，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数据。那我想请教一下刘院士，就是如何能够这么精准的找到市场的痛点，就是做到100%的市场化这么一个很厉害的数据呢？好。这个我做科研的话呢，一般呢就是说，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么我觉得要想创业成功的话呢，一个是市场的需求一定要搞清楚，那么市场定位要做一些市场调查，再一个的话呢，一定要有这些创新的这个思维。如果你这个产品没有创新，这谁都能干得出来，它肯定推广不了。再一个的话呢，你如果有了想法，一定要把它发表出来，那么也许会得到一些投资者的重视和青睐。另外就是整个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就是争取要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你比如说我们最早做的设备，这个第一个就是所谓解析测透仪，这个的话呢，我们国家测绘局就是有一个管这个事儿的人，他就是给出这样一个政策：谁买这个设备，我给你贴补1半的钱，这样是就好卖了。结果我们一个测绘院，天津测绘院买了2台，他说你这个设备国产的肯定不稳定，他说我有个办法。我买2台当1台使，总可以了吧？结果就买了2台，结果实践证明2台它都用得非常好。这个整个天津的1:500的图都是用这个设备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这个图啊，价值连城，一个电子版就价值5000块钱一幅图，一幅图没多大面积啊，就很小，200米乘300米一个小区域，卖到这些部门去。所以这个产业化的过程中间，国家的支持也是很需要的。现在国家也非常鼓励创业。真正创业能成功的这个比例非常小，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可以说80%、90%都倒下了，就看谁的这个市场定位搞得准，靠谁的这个创新这个也厉害，靠谁的这个意志坚定。因为我自己也做这方面的创业嘛，然后发现到了市场上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质量情况下，甚至说，国外的这个同样的产品比我们国内产品要贵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更愿意去选择国外的产品。您是如何的打动对方，让他了解这个产品的好处？而且我还听说过您的手机是24小时畅通的，如果使用过程当中有问题，随时能把问题提给您，这是真的吗？您还干客服的事儿啊？现在年纪大了，主要是靠我的团队这个在网络上进行服务，不时的有信息会过来。过去的一些产品，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00年代，我们都是年轻嘛，那个时候就亲力亲为。因为这个我们国产的设备嘛，它的这个维护是在国内是很方便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设备的售后服务把它做好，这样才能够使得它更能够卖出更多的产品。主要是靠这个售后服务来打动人心。至于这个卖产品广告宣传的话呢，自己还是不是很擅长，还是要用实际的 PK 来把产品推销出去。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啊，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让对方提升对国产品牌的信心的。所有的一切就是靠产品本身说话，靠实力，靠每一个产品背后科研工作者严谨的创新和求实。最后我想说的是，就是刘爷爷刚才说这个自己很烦恼成为网红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因为让我们年轻人也看到了很多院士们，然后在这个日常是怎么的一个生活状态，让我们也有了一个奋斗的目标，然后也感谢刘院士带给我们这么多一个对青年人的一个鼓舞吧。谢谢，谢谢。我在想，当我们现在在注重的是每一个消费者个人的痛点的时候，刘爷爷、刘院士和他的同事们几十年来关注的是国家的痛点。这一代的科学家们直到今天80岁坐在这里，毫无保留地跟大家侃侃而谈。我觉得我们从这当中感受的太多了。每一个人也许从这一堂课里都能学到对自己有益的地方。那么就让我们不要辜负这一代人对我们的期待，让我们共同为着一个智慧城市，不仅仅是城市了，智慧乡村、智慧中国，甚至一个更大的目标，一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让我们去贡献自己的智慧。感谢刘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下期开讲再见。谢谢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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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